阿飞，什么情况？大哥，秘境中还有好多地方没探寻，楚师姐分享了地图，我在与他们争夺宝物呢。阿飞，你要脸！顾风可是发过誓言的，不得抢夺我们的宝物。这些是无主之物，比的是手脚快，怎么能算抢呢？你总是有意无意的用身体撞我们，跟从手里抢有什么差别？手脚慢，身子弱，怪我吗？你这个傻子，你反正要与顾风28分，不如跟你拿6成，我们拿4分。这位师姐，你这样说，我很难不出手截胡啊。收获如何？足足装了2个储物戒指，我们发财了！后天境所需的一半灵石已有着落，另一半还远吗？我们发财了！离秘境再开还有好几天，继续挖宝，我跟你一起。楚师姐，从楚岩凤那儿得到的宝物，顾风他们没分给我们，阿飞还跟我们争夺。等了这么多年，指望秘境肥一把，结果一身伤，还被顾风阿飞搞去近6成收获，还有保护费雪上加霜。早知直接谈分成，但庆幸邀请顾风，否则这里是坟墓。别埋怨了，努力寻找宝物，给我把秘境中值钱的东西全部拿了，包括但不限于棺材板、墓地石材、不足年份的灵药以及下方的土地。救命费呢？你都得了这么多宝物，给我们减免些。不是已经给你减免了100万吗？我这100万可以给你，其余人给50万。行，就按楚师姐说的办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哥，该分宝物了吧？挑自己喜欢的，能用得上的，剩下的抵利息。抵利息啊？不还本金？抵1个月送3个月利息，是不是很合算？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减掉本金。有道理，我选择抵利息。你要想清楚，秋天可是内门天榜弟子，他上面还有些个哥哥，高居内门天骄榜第13。若是他来找你麻烦，我可护不住你。秋天是大哥杀的，我有啥杀的？跟我有啥关系？找麻烦也得找大哥啊！楚师姐，下次有类似秘境再来找我，依旧免费。太贵了，请不起。谁让你不坦诚的？朱前辈，经过我1个月的奔波，幸不辱命，终于找到了合适您的躯体，咱们可以渡劫了。朱前辈，小子此次外出寻找适合您的身躯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承受不了您的笑声。强悍著称的万劫道理都伤得这么严重，看来你小子这次真是为了我的身躯付出了很多，也不枉我将压箱底的逆天武技传授给你。刚才抱歉，我实在太激动了，没有提前察觉你身上的伤势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待了整整5000年，我曾遥望星空，向上天祈祷，希望能有一天重新站在世间。可我知道这是奢望，在这片贫瘠的区域，根本无人能修炼到引动雷凿的境界。我曾无数次大骂神师，是他让我在此留下一丝神魂，等待将来的复苏。没想到啊，还真被这老家伙算计到了。对不，神师，我错了，请您饶恕弟子曾经的胡言乱语。弟子也是因为被孤独憋疯了，才对您口出狂言的。顾风，快给我看看，你为我准备了什么样的躯体？朱前辈，怎么样？这妖兽不错吧？可是花了我好多灵石呢，为了买到它，腿都跑断了。雷光古兔虽然不咋地，但在这弹丸之地，想要找到也绝非易事。不错，不枉我对你这么好，等不及了，马上渡雷劫。朱前辈，我现在伤势还未复原，恐怕不适合突破雷劫，要不等我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后回来。有我在，还需要你自行疗伤。这样不好吧？朱前辈您现在身体虚弱，真的不必再为我损害灵魂力了。你太小看我了，我的境界不是你所能揣度的。哪怕如今的状态只有一丝灵魂，但让你顷刻间恢复身体，还是能轻而易举做到。那就麻烦前辈了。朱前辈，这只雷光古兔品阶不高，会不会影响您的将来？有影响，但不大。对我来说，躯体只是一个临时载体，到了一定境界，我需要自己凝聚出本体。这一世，我必定更胜从前，冲击那无上的境界。那实在太好了。你的境界还低，眼界也有限，当然不能理解。总觉得体质越强，将来的成就便越高。从广泛来看，这个观点确实没问题，但不绝对。凡体亦能逆天，也曾破入黄境，无敌于一个时代。历史上最神奇的一位皇者，本体乃是一株无意间落入灵池的杂交人参。他没有为自己身世感到自卑，一步步走来，踏上逆天之路。这位皇者极具传奇色彩，亦是我的偶像。可惜时代横跨太久远，无缘得见。看你状态不错，以及目前的各项机能指标，突破此次雷劫轻松加1块，100%能成功。朱前辈，我调整一下。还等什么？渡劫呗！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朱前辈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为您寻找的躯体品阶太去找了。回不去了，一旦脱离灵火，只能在12个时辰内渡雷劫，否则我将烟消云散。回不去了。将雷光古兔拿给我，我们去渡劫。委屈你了，我不会将你灵魂压制，将来送你一份大机缘。
朱前辈真是慈悲。你这个混小子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身躯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只雷光古兔是雄的。还真是雄的。我乃名震中州的无上高手，岂能入住雄兔尸躯？那怎么办？马上找替代品。没有啊，整个落霞宗乃至云郡都没有雷属性妖兽。你这个傻子，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，被你害死了。朱前辈饶命啊！这猪既是雷子，既是雷属性，又有生命力，还没有性别之分，完全满足您的要求。朱前辈，这株雷灵草，我每天精心呵护，一天浇水至少3次，外表看起来半死不活，但生命力杠杠的。之所以这样，兴许是长时间不见太阳，我拿出去晒一下就好了。这让我入住这样的货色？为了这株雷灵草，我可是差点陨落。谁叫你这么冲动的，一下子脱离了灵火？你又没交代妖兽的性别，我怎么知道？好啊，这倒还成了我的错。用这种货色的灵草当躯体，让我怎么快速恢复实力？朱前辈，没有垃圾的体质，只有垃圾的人。我相信一株灵草亦能斩灭星辰。您的偶像，那位以杂交人参一路逆袭，最终正道成皇的大能，雷灵草再差也比杂交人参好，他都能一路逆袭，你必定也能。这一点我坚信，也希望您能相信自己，要有自信，不能放弃。自信你个大头鬼！杂交人参正道成皇，这概率有多小你知道吗？亿万万分之一，有史以来也就1例。若是用了这破灵草当身躯，我得多花多少时间才能修炼到以前的境界啊？这不刚好给您时间，好完善各个境界的不足吗？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有一就有二。你要坚强，要学会接受现实。眼下整个落霞宗，只有这雷灵草适合你。我向你保证，等您附身雷灵草之后，我必定花重金购买上好的肥料，再给您换一上品灵级别的花盆，再给您搞护罩，避免日晒雨淋，护着做成长。该死大明神师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时也命也！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帮我找雷属性天才地宝，不然我跟你同归于尽。灵石不够用，除非他指明地方，收获就他6%，我94%。什么情况？好熟悉的气息，这是顾风的雷劫。他要突破后天境了吗？短短1年突破2个大境界，太快了！听说他受了很重的伤，渡雷劫与找死无疑。若成功，他将成为外门第一。太冲动了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他伤势那么重，为何现在渡劫？听说你跟一个外门小子走得近，还是万劫道体这种废问体质，心中好奇，刚好有空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我没有监视你，也没有找人打听你的事。半个月前，我收到了楚燕凤的灵魂传讯。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别听一个死人瞎说。快看，曲嫣然又来了，不是说他最近都在闭关吗？朱前辈，曲嫣然是什么体质？为何给人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？他的体质我感应不出，气息也很奇怪，隐约有种感觉，他的肉身很强，同境界下恐怕还胜过你。他很危险，没有把握之前，不要与他对上。大哥，你前任与现任以及你的小情人都在看着你，不要陨落喽！嘿嘿，死胖子，我让你3毛坑！有闲心把妹，找躯体一点不用心，轰了你这混蛋！后面会出现灵魂考验，这才是真正考验。劈了这个混蛋！不错，能弄了我弟弟，有2把刷子。后天境是肉身与灵魂蜕变过程，极其重要，关系到先天境后的越级挑战能力，至关重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宝贝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何物。喂，愣什么神呢？时机差不多了，将我拿出来，经历雷劫洗礼。这是你给他的雷灵草，你管得着吗？不好，顾风的灵魂受到了创伤，产生了。这小子还是没准备好啊！顾风怎么在跟一株破草说话？他的心智被狗迷惑了，在用小草打自己。朱前辈，这是您说的，需要水的滋养。我除了口水就是体液，除此之外身上没有一滴水。您看看我的脸，都快要撑不住了。你小子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胡扯？每天给我浇3次水，怎么泥土都是干巴巴的？今天还没过去呢，我本想着先给您浇水的，谁让你这么心急，硬拉着我过来渡雷劫？朱前辈，您别说了，我一直跟您说话，嘴巴都干了，这样下去我只能炒你鸟了。哼，完了，顾风扛不住雷劫，已经彻底疯了，都在用小草打自己了。前辈，别打了，再打你的叶片就要掉了。呼呼，累死我了，这什么破灵草？以后再敢不用心，就天天扇你！
不会不会。刚才的一刹那，你的灵魂像是离体了，是进入奇异世界了吗？我看到了混沌的世界，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一般出现这种情况，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警示，要么传承。既然你出现不好的感觉，那多半是警示了。朱前辈，你知道历史上其他万劫道体在突破境界时会进入奇异世界吗？从未有过，没有所谓正确或错误的时间，只不过我不是对的人，包括历代先辈都不是对的人。可是我想跟他们一样，前去试一试。这小子总算是扛过来了。这小子不简单，本以为他要陨落了呢。他确实强，就是有点废风云台。我就知道，顾风肯定能行的。这小子运气真好，等你进了内门，整死你！小心！怎么了，朱前辈？朱前辈，您说话呀！刚才感觉他要朝你出手，不知什么原因改变了主意。谁？或许是错觉吧。朱前辈，您感觉如何？成为一株灵草，你觉得感觉会好吗？恭喜恭喜！顾风，你这修为进展快得吓死人，赶不上啊！这次年度大比之后，你便进入内门，我们还要在外门磨练啊！大伙儿都是兄弟，以后有什么难处都可来找我。借个几千万来花花，借人可以，借钱免谈。度过这次雷劫又有何用？万劫道体的命运是注定了的。顾风，暂避锋芒，他很危险。在我顾风生命中，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债坏人存在。我是他的债主，没理由避他的锋芒。还钱！顾风，你是缺钱的人吗？有必当众讨要。我缺不缺钱关你屁事！照你这么说，大伙都去钱庄借钱不用还，反正钱庄有的是钱。你有钱替他还，没有就给我闭嘴。没钱。不行，今天必须还一部分。曲嫣然可是内门弟子，这样当众打脸真的好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先还一部分。你还要不要脸？就几万下品灵植，打发叫花子呢。分手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1年过去才还这么一点，你个女老赖！顾风，这里有门功法，比你现在修炼的更适合。你是楚幽焕的朋友，希望在外门年度大比上能看到你利用这门功法大展身手。他是内门天榜第1舒雨恒，跟我家有些渊源。你的舔狗？呵呵，既然是舔狗的东西，那就阿飞，这门功法送你了。俺不需要功法，你总要拉屎吧？用来擦屁股。这纸太硬，我怕把屁股擦坏了。顾风，恭喜你！刚惹了这么多内门弟子，以后离他远点。小仙而已，你也不错，都隐气6重了。靠嗑药而已，战力很垃圾。你是炼药师，又不需要外出拼山姆，还来不及呢。顾风，在年底大比之前有一场云军引气竞炼大会，我想请你协助我参加炼丹比试，地点就在落霞宗，你有空吗？可我炼丹水平很烂啊。没事的，反正重在参与，又不是要拿名次什么的。不拿名次啊？那当然没问题。那就说好了。好。你拒绝我为你安排的所有助手，居然邀请这个只能炼制拉稀丹的顾风。燕师姐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若是觉得不合适，我退出便是了。你什么东西？离我家西西远点，别耽误他。燕夜雪，思熙是个独立的人，他有他的想法与人生，有选择朋友的权利。你有什么资格强迫他？他不是你的玩具。我没资格，你有资格。你除了会炼制拉稀丹这种垃圾药，还会什么？拉稀丹，我的拉稀丹让落霞宗外门整体实力前进一大步，你能行吗？垃圾才会炼制垃圾丹。你这个泼妇！再说一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妹妹身上。不要吵了，我就想请顾风协助我参加炼丹大会，你管不着。西西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拼了老命，也绝不会拖你后腿。咱们拿个第1名回来。哎呀，不就是一场炼丹大会嘛，叶雪你别这么激动，西西还小，就让她跟顾风去玩玩嘛。自己的事情都一团糟，有这个闲心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要不然你跟这小子去玩，你再说我打你哦。燕师姐放心，就算炼制拉稀丹，我们也能得第1名。顾师兄过来买药材啊！加油，顾师兄！再搞一个拉稀丹出来，我一定第1个光顾。好怀念拉稀的感觉，那段时间境界飞升。顾师兄什么时候再炼制些习古丹？外门炼药店长老没你产量高，要有习古丹，我就有希望在外门大比前突破引气境。西西放心，我已经是后天境的强者，炼丹技术必定也突飞猛进。你是炼丹天才，引气境时便研究出了习古丹。没错，我只是将精力花在修炼与挣钱上，炼丹只需用点力便能攻克。所以炼丹大会具体是怎么回事？炼丹大会炼制聚气丹，允许邀请1名后天境炼药师共同参赛，2人成绩相加排名。西西，你会炼制聚气丹吗？10炉能成功3炉吧，概率不高。30%的成功率，在外门凡品炼药师中什么水平？应该处于无人能比的水平吧。我来试试。太难了，根本连凝丹这一步都走不到。你不是说自己有3成成功率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一个劲的炸炉。我先研究一下聚气丹的丹方，看看能不能改良一下。你先练着。成
功了！这是上品凡丹，只是你成功率不高，我成功率直接是0，恐怕要垫底。没事儿，重在参与嘛，又不追求名次。不行，必须得第1名。我研究了改良丹方，药效减弱，但一炉9颗，没副作用，相信分数不会低。试试药性，要不让灵兽试试？要么试丹，要么下锅。这次绝不会拉稀。除了拉稀，还有其他副作用吗？除了拉稀，没有其他副作用。拉稀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经我改良过的聚气丹，炼制只需1个时辰，每炉9颗8条符文，必定遭疯抢。你一次是能承担几颗？最多5颗，正常3、4颗。我的9颗算3颗，加上你的，希望不大，不过重在参与。这顾风又炼制出了拉稀丹，现在更换助手还来得及，参赛名单明日才报。拉稀丹不可能赢，只要你能展现炼丹天赋，夺不夺魁不重要，我们为你开小灶，完善手法。多谢沈长老姐姐。沈长老也为我开小灶呗，我可没能力指导你炼制的拉稀丹。拉稀丹专业户，拿去，自己到一旁炼丹去。看看什么是炼丹高手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一炉能炼制9颗，在你炼制1炉的时间内，我总共炼制了45颗。你的是拉稀丹，而且还是阉割版的聚气气丹。有本事炼制阉割版的聚气丹，量你也炼制不出。我能炼制出正宗聚气丹，为何要炼制你的假冒伪劣？炼制不了别逼逼。吃了这丹药，你最好不要吃，吃了我的丹药拉稀，吃他的丹药要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咋吃了他的聚气丹，拉得更凶了呢？顾风，快打开石门，让我去洗一下。我带你去。一株灵草掉在茅坑里了，顾风抱着沾满水的灵草狂奔，扔了不就得了？应该不是又在炼制拉稀丹？朱前辈，您的炼丹水平真是高啊，味道都远胜小子，佩服佩服。你懂个屁！肯定是试验鼠之前吃了你的丹药，体内残渣混合反应才拉稀。不信，我们再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唉，跟你说不要吃，偏不听，嗝屁了吧？因为你是顾风，价格翻倍，1日租金100这次不会推卸责任了吧？我的丹药必定没问题。我炼制的功效1/3，却不拉死人。你炼制的嘛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来就来，刚才我没发挥好。1000灵石。没想到啊，我竟然还有这种属性，这次不想赢都不行了。朱前辈，有个现象需要借助你广博的知识力帮我解释解释。我在炼制聚气丹时，会在周身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场，能影响同样炼制聚气丹的炼药师，使他们炼制出来的丹药也产生拉稀的效果，而且他们的拉稀比我的更严重。这里的关键点便是一定距离内，同一时间段炼制相同的丹药，阉官版跟正版算是相同丹药。什么？你是说我之前炼制的聚气丹吃了拉稀，不是我的原因，而是因为你在同一时间也在炼制阉官版聚气丹，对我炼制的丹药造成了影响？没错，我的猜想是这样的。之前在炼制习古丹时，西西只是当助手，故而并未发现其中玄机。若不是这次与朱青燕斗嘴，恐怕很难发现。西西，咋样？有没有从你姐姐与沈长老那里学到什么惊人技艺？当然还是不错，学到了不少。具体说说。说不上来，其中几炉也出现了异常，他们没说，但我从他们脸上看出来了。真的？大概是什么炼制的？昨晚有时，今早……妥了，原来拉稀真的会传染，连沈长老与你姐姐都无法幸免。后天的炼丹大会，咱们必得第一。你这个坑果，以后还是别去炼丹了。包少竟能炼9文品凡丹，是头号种子。炼药师公会要冲击3连冠，派出3名炼药天才。万和尚会出了燕叶雪，燕西西更胜一筹。无定派4处挖人，参赛者数量最多。落霞宗3组参赛者只到了2组，燕西西人呢？西西啊，不是舅舅说你，找个只会炼制拉稀丹的顾风与你一同参赛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身体不错，无父无母也没什么不好，到时直接来我燕家做个客卿供奉，我保证5年之内你的修为至少得先天境，甚至更高。2位前辈，炼丹大会参赛者进场了。这次的高手很多啊，好几位都能炼制9文极品丹药。放下你的担忧，这次我们稳赢不输。一炷香时间准备。沈长老，你们落霞宗派出1名武者参赛，是不是有些不拿炼丹大会当回事啊？这是燕思熙指定的参赛者，他没有将胜负看得太重，说明心态还好。看来沈长老已经为燕思熙接找好了说辞啊，这份远见令人佩服。顾师兄，我们相信你能开创历史，争取炼制一颗完美的拉稀丹出来。话说，我们来参加的是炼丹大会，不是比武大会吧？是啊，听说顾风的战力是外门第一，能击败后天好几重修士，我怕他到时输了，一个恼怒将我们全杀了。没错，为了在场诸位炼药师的安全，我提议在顾风身旁配1名先天境修士，防止他暴起杀人。炼丹是一种高雅且高贵的职业，不是粗鲁人的玩物。一个只会炼制拉稀丹，连凡品炼药师都没考核过的人，怎么能参加这种大会？以后岂不是阿猫阿狗都能来参赛了？炼丹不是外门邪道，说不定他的参赛资格还是靠贿赂得来的呢。何必与这些前来争夺第2名的参赛者多费口舌？狂妄！你说什么？拉稀丹什么时候这么有底气了？你们这么激情奔放，是在为自己提前获得第2名而庆祝吗？
劝你们省点力气，好好炼丹。第2名的竞争可是很激烈的哦。顾师兄霸气威武！大哥加油，将他们全部打死，你就是第1名！哈哈，你们落霞宗的顾风口气还不小啊！老夫就等着看他被人打得满地找牙。哼，这小子绝说最狠的毒话，还看这后面怎么下台。甭管顾风能不能赢，至少目前来说，在气势上他已经胜了。死鸭子嘴硬，让西西找个借口放弃比试，免得待会儿跟着一起丢脸。炼丹大会嘛，高兴就完了，管他结果如何。顾风，你有种再说一遍！若说倒数第一，确实没人跟你这个只会炼制拉稀丹的炼药师相比。哼，诸位前辈，我觉得这些炼药师本事没有，有严重暴力倾向。我建议在他们每人身后安排1名先天境高手，防止他们暴起。当然，我不需要，因为这些人炼丹垃圾，战力更垃圾。我一个人能横扫他们全部。比试炼丹前，先来一场武斗吧，不然大家都带着怨气炼丹，很容易炸炉啊！开打！大家抓紧时间调整心态。等炼丹大会结束后，你们若是想要切磋一下，也未必不可。要不我来为你炼丹吧？这里好多人都炼有些极品丹药，你的水平怕是不行。顾风，你倒是炼丹，该不是只会吹牛吧？拿点真本事出来！快看，顾师兄开始引动灵火了！起！浪费灵魂力，时间不够。这小子不是来炼丹，而是来作秀的。顾风此子不凡，单是控火之法便胜过在场所有人。看来之前的豪言壮语并非夸夸群谈啊！好，这一手灵魂控制手法确实不凡，丹药一开始就失败了，没有成功的可能。不好意思，我练完了。有心争夺第2名的你们要加油喽！顾师兄牛逼！朱前辈，这下他们全都要拉稀了，第2名的竞争更激烈了。快看，包少琼出丹了，一枚9文极品聚气丹，不得了了！要拿冠军了！妈的，你这个没见识的！顾风那是在作秀，7枚啊！他炼制的聚气丹徒有其表。别拿我的丹药跟不入流货色相比。许庆轰炼制出6枚9文极品，稍逊包少琼。万和商会那组也不错，有望前5。思思超常发挥，炼制出5枚聚气丹，其中2枚7文，1枚8文9文极品。天啊，他才多大年纪，炼丹天赋云君100年来第一，当之无愧。小崽子不争气。朱前辈，他们已经很争气了，毕竟您这位祖师炼丹技艺也不咋地。我们万和商会不擅长炼丹，嫌弃西西，你再去生几个。若是没有顾风在，西西的表现足以辉煌。今年炼丹大会水平远高于往年，接下来开始评分，2轮制，每组1人上1轮，谁当第1个勇者？你下一轮，你们来晚我上，承让。顾风敢当第1勇士，那我们就点评一下吧。品相、色泽不错，9文纹路清晰，药香纯正，但药效似乎只有正宗聚气丹的1/3。器物只能检测药效，无法显示里面副作用，要不用试验鼠试吃一下？顾师兄不负众望，再创辉煌。此丹药效只有正宗聚气丹的1/3，出丹9颗皆为9文极品体，不能挑高了。虽吃了拉稀，但无害。改良丹方展现了创新，我给出的最终评分63。我丹药只拉稀死不了人，药效不差，缩短时间，算有用丹药。但你们无定派炼制的丹药，说不定吃了会死哦！混账！你竟敢污蔑我无定派！若我无定派丹药没问题，你把丹炉吃了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反之，你吃丹炉，晚辈只炼出6枚极品，比不上顾风的9枚，请前辈品鉴。老夫在你这个年纪，炼丹水平远远不及你。这小子可真会装逼啊！尹秀山能炼6枚极品，云俊凡至炼药师中排名前10，前途无量。戴长老应该不会让顾风啃丹炉吧？无定派与落霞宗竞争，必定切磋菜刀。顾老大要栽了，结果还没出来，别摆这副衰样，不吉利。1炉6枚极品聚气丹，丹香浓郁，色泽温润，表面有些细小坑，给出86分。最终得分86分，好高！换成往届那组能平均分差不多。顾风超低分拖后腿。顾风，你是不是该啃丹炉了？哦，你一定想说，还没有经过试验署的试丹，怎么保证这丹药吃了不拉稀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正有此意。我们无定派从来就没有弄虚作诺假的习惯，我就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要不要检查一下这支试验署？请随意。没必要试丹了吧？怎能证明尹秀山炼制的丹药没问题？沈长老，我知你此举是想放过顾风，但是顾风的丹国肯定了，年轻时受挫折是好事。若老夫输了，也必定履行诺言，给晚辈做榜样，并非故意为难。顾风，你觉得老夫说的有没有道理？长老忠言逆耳，小子谨记于心。尹秀山还愣着干嘛？让试验署试丹啊！什么是好的丹药？试验署一闻便知。这么好的丹药给低贱灵兽吃，暴殄天物。无定派要将落霞宗往死里整，惨了！聚气丹桌即将突破引气2重。诸位，这一幕好熟悉，莫非尹秀山看到顾风炼丹如此迅速，下意识的在模仿？我去，这样也能行？戴长老，这叫什么来着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只试验鼠身体本来就有毛病，不是丹药的问题。
尹虽山所炼制的聚气丹造成试验鼠陨落，平分。不，这不是我的丹药，一定被人偷偷换了。顾风，肯定是顾风买通了你们。混账！你莫非觉得我们10位评委故意陷害你？来人啊，将他扔出去！哼，既然大家这么期待，那就开始吧。有人能告诉我，尹秀山刚才用的是哪尊丹炉炼丹？戴长老，请吧。小子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说什么？麻烦大声一点！你什么你？戴长老，我知你此举是想让我放过你。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你的丹炉肯定了。人无信不立，年纪大的时候多受点挫折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今日你戴长老若是执意不肯丹炉，我顾风自然不会强求。可现在还是在宗门，若是出了宗门，你该当如何？这是要吃大亏的。若是我输了，也必定履行诺言，给在场数万道友做个榜样。这是一堂课，并非故意为难。戴长老，你好歹也是无定派有名有姓的长老，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不懂呢？顾风，你很好。戴长老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丹药是我炼砸的，这个丹炉我肯。够了，尹秀山，你给我起来！行吧，再这样啃下去，我怕你把我落霞宗的丹炉给啃坏了。好了，那局结束了，评级丹药继续。下一位，你也一样，你这样说话，很容易闹出人命的。粗鲁、野蛮。说不定你炼制的丹药比尹秀山的好不到哪去。我建议你别浪费童会长他们的时间，直接用试验鼠试丹吧。我姓包，云俊包家的包，我会跟那个姓尹的废物一样。云俊包家炼制的丹药从未出过差错。这个死女人！好的，包拉西，祝你好运。诸位前辈，取试验鼠吧。我建议往后所有炼制的丹药都先用试验鼠检测一下，而后再参与评分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包少雄炼制的聚气丹也会出现拉稀的副作用？兄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包家的信誉有目共睹，从未出现过错漏。给那只实验鼠一个器皿，它恐怕要拉了。我炼制的丹药也拉稀，拉稀了！这个女人炼制丹药也拉稀了，我不是一个人。包少卿0分。来吧，让拉稀来的更猛烈些吧。下一位管安长0分。不对劲，重新检查下丹炉灵火火药材以及沟通灵火的阵法。这样子评定丹药暂缓一下，我去炼制一炉，一切便能见分晓。继续评分吧。离了大谱，目前为止除了顾风得到55分，其余皆0分。看来还是高看了你们，没人能得第2名。童会长，您似乎看我夺得第1，不是很高兴吗？在炼丹一途上走得更远。我们是第1！西西，走，我们喊上朋友去第1酒楼庆祝一下。顾风，在炼丹大会开始前，你不是说要单挑在场所有参赛者？怕了吗？之前说的话是放屁了。我决斗，见生死，你们都是炼药师，我若杀了你们，麻烦很大。你莫非真以为我们这群炼药师战力低下，任凭你随意拿捏？既然这么有自信，那便来吧。还有人要参与进来吗？我。你们身上有灵石宝物吗？我的出场费可是很贵的。哼，我们这群人谁身上没有个180万灵石？就怕你没本事拿。口说无凭，见资，马上开打，还等什么啊？顾风，给我个面子，不要大开杀戒。童会长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只杀几个人。既然这帮人赶着给我送钱，我去就来。小子，别以为我们是炼药师，战斗能力弱。我们常年外出寻找灵药，与妖兽搏斗。一起上！顾风这小子的运气真好，我怎么碰不到有钱又傻帽的炼药师呢？一场炼丹大会加起来收获接近1个亿了吧？太会赚钱了！沈长老，你们落霞宗就这么欺负我无定派的弟子？我们顾风可是以1敌80多，难道要他对上800后天境才算公平吗？哎，我还没实力呢，你们就倒下了，何苦来哉啊？不想交出储物戒指？这里是我全部身家，拿来！我不，输了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没杀你们已经不错了。要么主动上交储物戒指，要么我扭断你们的胳膊再去，自己选择。你们真是好人啊！下次炼丹大会你们还参加不？到时通知我哦。顾风，你杀了我无定派的几名炼药师，是吗？刚才不是还没死吗？戴长老不是为了他们丹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也炼制了拉稀丹，将尹秀山他们害死了。这可不能赖在我身上啊！别人家的炼药师都没事，就你无定没有故意杀人的想法。奈何你们无定派炼药师实力最弱，顾风还没全力，你们都没扛住，怪得了谁？好，很好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走。有毛病，半夜3更欣赏湖中景色。这女修该不是真淹死了吧？以尹气境修士的身体素质，1个时辰之内死不了。再等等看，万一他想通了，自己上来了呢？可惜了，一个美女炼师，怎么就自寻短见了呢？喝了点水，陷入了短暂的昏迷，不碍事。
好高品阶的储物戒指啊！若你继续寻死，储物戒指也用不上了。若不再寻死，就当做救命没了吧。无耻！顾师兄，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？你家小姐是包少琼。哦，是她，怎么她没回去？自炼丹大会结束后，她便说要游览一番，晚些回去，我该寸步不离的。你是说包少琼接受不了炼制出夺命拉稀丹的现实，可能自寻短见？我刚才听到湖边有动静，一起去看看。莫不是湖边的小草有踩踏的痕迹？你家小姐多半在湖中。小姐，你醒醒啊！你家小姐脸色红润，还没死。没事了，你家小姐兴许是太累了，睡一觉便能恢复如初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顾师兄，有件事想要请你帮忙。小姐衣衫不整，身上财物都没了，恐怕被人欺负了。我想请顾师兄将此事隐瞒下去。这个我帮忙隐瞒当然没问题，衣服好解决，但她的储物戒指没了。顾师兄，为了感谢您救了小姐，我自作主张将储物戒指给了您当做报酬。顾师兄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我的储物戒指里还有些灵石与丹药，送给顾师兄，就当做是为此事隐瞒的报酬。包少琼遭遇此事，我也深感痛心疾首。你的要求我答应了。小莲请放心，我必定守口如瓶，而且会帮你们暗中寻找那名为非作歹的弟子。落霞宗外门是我的天下，没问题的。夜已深，今晚你们就去落霞宗外门酒楼休息吧，报我的名字，记账在我头上。多谢顾师兄。没事，我算半个主人，我算帮助你们应该的。顾风，你这件神器只吃灵石吗？怪不得你全都兑换成灵石。朱前辈知道这件神器的来历吗？闻所未闻。哦，朱前辈，给部灵魂类功法呗。没有。求求你了。想要可以，4亿雷属性天才地百来换。我这不是现在穷吗？要功法拿东西换，否则免谈。行吧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这里是哪里？落霞宗外门酒楼。是你将我从湖底捞出来的？经历了一场生死，我已经想通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想不开了。小黎啊，你以后做事要淡定些，怎么能在湖边就换我衣服呢？衣服我没有啊。这身体冰凉，身上的衣物仿佛被人脱去。小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不回家，我要想办法战胜顾风，带着胜利才会回去。对了，你说昨晚是经过顾风的指点才找到我的，那我们应该上门感谢，去准备些谢礼，我们去拜访顾风。小姐，您终于想通了，顾师兄帮了这么大忙，确实该登门道谢。应该的。怎么样，朱前辈？我的修炼速度还算快吧？勉强。你的见识有限，等你见识了真正的天才之后，便不会洋洋自得了。还有比我修炼更快的？一步一境界，一跃入退凡体，入先天，那是真实存在的。别多想，等忙完落霞宗的事情，我便带你外出游历，这样你的实力才能飞速提升。落霞宗还有什么事情未完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落霞宗的法大多适合女修，为何会吸引这么多男弟子加入？我想过，但柳长老没告诉我。他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也不清楚真实情况。落霞宗内有神物，还是你藏下的？你猜？猜个屁啊！落霞宗内有一件逆天宝物，一目仙瞳，准确来说是一目受损严重的仙瞳。当年我修建落霞宗时，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，主要是因为此地乃是一处废弃的七星拱龙穴，将仙瞳葬入此地能使它恢复。5000年过去，想必仙瞳应该恢复了些许威势。那些天骄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他们先祖告诉他们的呗。修建偌大的落霞宗，总不能让我亲自出手吧？当年为了让他们保守这个秘密，我运用大神通改变他们体质，并承诺5000年后允许他们的后人来落霞宗争夺。先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不多，想必他们也不会到处宣扬，甚至如今的落霞宗宗主都不一定知道这个秘密，但应该察觉到了。为什么是5000年？该不是你知道自己5000年后会重生吧？是为你自己准备的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给我弄一株杂草当躯体，我现在能炼化这木仙瞳吗？就算能炼化，一株草上面长只眼睛，看起来像个怪物。你这个缺德的货，老娘打死你！顾师兄在吗？原来是小林啊，还有包拉西，请进。小林、拉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请喊我少琼，我不叫拉西。好的，拉西。我家小姐是来感谢顾师兄晚相救之恩的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谢谢。没关系的，拉西。再比试一次炼丹。行，丹药任你选，咱们去炼药店比试。再来一次！这是什么逆天体质啊？炼丹被动第一，那岂不是说别人跟我比试炼丹就根本不可能赢？咱们算平手，不比了吧？谁要跟你平手？比，继续比，必须分出个胜负。一连5次，双方都是平手，足以说明我俩炼丹水平相仿，将遇良才，针锋相对，再比下去也不会有结果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搞得我很爱钱似的。那咱们就100万灵石一局，平局算我赢。好，输了给你写欠条，你不用担心我包少玄会赖账。那还等什么？来吧，比到天荒地老都可以。来，给我2个时辰，调整下状态。刚才我状态不佳，随意。再来。就算不在状态，我也能赢他。这一局还会炸炉。仙童在宗主殿下方，进不去。宗主百年一换，最近1-2年新宗主诞生。那朱前辈觉得我的人品如何？若我是宗主，宁愿选一条狗当继承人，也不选你。多谢朱前辈夸赞。包小黎，你也拿丹炉一起比试吧。好啊，我也来试试。
等我们把包少农的欠账收回来，就有钱给你买雷属性天才地宝了。还是算了吧，到此为止。你们的欠账记录了整整1本子，总计不下于5个亿，想必你们包家也差不多这么多资产，再赢下去没意思了。小姐，我把整个包家都收了，这下完蛋了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别想着跑。落霞宗或者你们包家敌对势力可是对这欠条很感兴趣的哦，大不了我打个折卖给他们。这手绢怎么在你那里？好啊，原来你就是昨晚那个抢我储物戒指，还弄我衣服，将我2次扔进湖里，最终装好人的贼人。什么贼人？不知所谓。就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怪不得小丽会这么巧在湖边遇到你。碰巧，我喝多了，找个地方尿尿不行吗？你这个混蛋，我给你拼了！闹够了没有？这是重点吗？眼下的重点是你们欠了我5个亿。5亿啊，我怎么还得起？杀了我吧！欠点012，要死要活的，还有没有出息？你们寻死躲债，包家成为笑柄，待以后你们成了灵品选品，5亿还是问题吗？若我是你们，不仅还债，还要主动要求算利息。在临死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，往后的包家将以你们为荣。小姐，我愿意跟你一起还债。里面的宝物，先抵一部分利息，以后好好还柴，不负此生，不负包家荣耀。柳长老、沈长老，不知韩小子过来有什么吩咐？云郡包家的包少琼与包小丽要加入落霞宗，这事儿你知不知道？不清楚。他们说留在落霞宗，为了好好还债。还债好啊，足以说明他俩的人品不错。他们与人比拼炼丹，1天之间欠下5个亿下品银石巨款。好吧，他们的债主就是我，愿赌服输。刚开始对于赌斗炼丹，我是拒绝的。你小子还有理了？包少琼说了，你见他跳湖，趁机抢他戒指，又扔海里，最后还装好人，没见过你这么坑的人。你知道包少琼为何要找你比拼炼丹？不知道。他是为了找出当晚抢劫他的贼人，才以找你比拼炼丹为借口留在落霞宗的。没有我中途将包少钱从湖里捞起来换气，他坚持不到包小林找到他。无论从哪方面说，我都是他的救命恩人。5亿下品灵石换一位前途无量的炼药师性命，价格很合理。再说，我已经对他们网开一面了，没有限定他们还钱的期限。你还有理了？你确实没限定他们还钱的期限，但你加了利息，月息2分，一个顾光利息就是1000万，他们怎能还得清？这小子又坑又会忽悠，愣是忽悠的两女找不到北了。楚国边境又在蠢蠢欲动，一旦发生大战，各大势力将重新洗牌。包少琼那边的债务不要逼得太紧。我已为两女办理了入门手续，从今日起，包少琼与包小鸾就是我落霞宗的弟子。若是因此能为落霞宗拉到一个盟友，以当记一大功。有奖励吗？滚！拉稀、小丽，恭喜2位老板新店开张，1个月免息券，折算1000万灵石，在场宾客谁有我豪横？听说你又坑了包少琼5亿，借个几千万来花花。跟你一样打白条了。再借给我点儿，等我发达了一起还。俺也来恭喜一下，不过没有红包，我身上还有2个亿的巨额债务呢。少琼、小丽，祝贺你们！怎么好多人都欠他钱？楚幽焕欠他100万，曲嫣然欠300多万，总之很多。我没欠，他之前欠我舅舅1万5饭钱，还了，但舅舅还送了他几10万灵石。顾风，不准以比武为借口行抢劫之事，听到没有？那我不出手，老实点，禁止顾风参加年度大比，其余人争夺第2名。阿飞，你在比武中公然抢劫他人衣服，成何体统？本来阿飞多单纯一个人，愣是被你带成了一个抢劫犯。没收了，抵半个月利息。看来柳长老也受不了顾风与阿飞这抢劫犯的德行，主动将他们禁赛了。入围100强选手个个穿着朴素，连储物戒指都没戴，可见他们对被抢一事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。我侄儿去年还在去落霞宗的路上就被他抢了一次，我儿子实力太弱，当强盗的资格都没有。哎呀，你就别管我了。拉稀，最近生意咋样？开始盈利了吗？还行，这里是100万灵石，先还你。哎呀，牛逼！我们家拉稀就是厉害，半个月不到就创造了100万利润，把成本都收回来了，加油！高手寂寞。顾风，到了内门不要冲动，屈嫣然、邱破天、窦小坚都会针对你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等实力强大之后。此次外门大比圆满结束，顾风、阿飞、齐行岭等10人直接进入内门，其余100强选手有资格挑战内门弟子，战而胜之可取代对方。小子，到了内门低调点，不然会很惨。明白，多谢石长老。风乃晚节到底，没有培养价值，进入内门也是浪费资源。此次外门大比第11的弟子，顶替他的位置吧。这个年轻人故意针对顾风，是赤裸裸的羞辱。晚节到体再废也是外门第一，资源不给还能强不成？此人名为舒宇恒，当今内门天榜第一，老宗主100年之期只剩1年，他便是新宗主。先天天风是超越，离玉灵境一步之长老都不是他对手。顾风惨，内门进不去，可能被逐出。舒宇恒，落霞宗祖师曾言，天大地大，规矩最大，可有禁止万劫道体进内门的规矩？之前没有，但现在有了。顾风是外门第一，就算是头猪，按规矩也能进内门，享同等资源。废物不配享资源。柳长老，不要为了顾风与内门决裂，否则明年是你最后1年在落霞宗。这是威胁，这是事实。混账！
你父亲没教过你礼仪吗？居高临下，给我下来！舒师兄，冷静。你父亲舒文涛在没有成为大将军前，还是跟我混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他，前任大楚左军先锋大将柳无相，不是说他在30年前的大战中根基受损，修为尽散，不久便离开皇都消失了吗？好一个柳无相，他竟然出自落霞宗。顾风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落霞宗内门弟子。我说的。舒玉恒，对于老夫的说法，你可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落霞宗内门长老达成共识，看不上我。其实我也看不上内门，风气不好，能培养省舒玉恒这种货色，糟糕程度可见一斑。我顾风有尊严，什么狗屁内门弟子身份，我根本不需要。舒玉恒，你说垃圾就是垃圾，我将它还给你。垃圾就是垃圾，就算进了内门，成了天榜第一，还是垃圾。好好享受你在落霞宗的最后1年，1年后我会将你像一条狗似的踢出去。多谢你上次的功法，功法是好功法，只是纸张太硬。阿飞说用来擦屁股盾子疼，扔茅坑里了。最后我想告诉你，楚师姐给的功法修炼起来沁人心脾，感觉棒棒。柳长老，欢不欢迎我一直待在外门？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能拒绝吗？顾风，我要你死！可恶！舒玉恒这个混蛋，坏我好事！你干嘛？没事，我就想知道顾风口中所说的沁人心脾味道是一种怎样的味道。你无聊。这顾风好刚烈，竟然直接放弃进入内门的机会。冲动了呀！外门与内门待遇相差太大，没必要为一时义气断送前程。重点是他对舒玉恒的挑战宣言，以初入后天境挑战1年后可能运灵境的舒玉恒，不知是勇猛还是无知。1年时间几乎横跨2个大境界，可能吗？他进阶先天要渡雷劫，仓促渡劫，可能陨落。他是在逼迫自己，若能闯过，前途无量。三通，帮我约一下顾风，我要跟他谈一笔生意。姐夫，你要跟顾风谈什么？谈投资，谈未来。若他能成功进阶先天，我万和商会投资他20亿下品灵石或等价资源。汉云，风险是不是太大了？20亿输了，万和商会得垮。风险确实大，但收获更大。这小子运气真好。好了，顾风自动放弃进入内门机会，接下来继续吧。柳长老，俺与顾风关系很好，舒玉恒品行这么差，我怕进入内门后会被针对，我也留在外面。也好，你与顾风一丘之貉，待在一起有个照应。留在外门，内门环境不好，不想去。你们以后就是我的人，我会将资源倾斜到你们身上。1年后给我打败顾风，这种垃圾没资格挑战我。多谢舒师兄，我等必将努力修炼，不辜负舒师兄的期望。下面让炼药殿的弟子上台领取你们的内门弟子令牌。叶西西，你干嘛？不想进入内门？我不想进内门，外门也一样可以学习炼丹。好吧，看来炼药殿的弟子都不想进入内门，那就这样吧。我宣布，此次落霞宗外门大比正式结束，散会。顾风，你做得很好，若是我实力还在，那小子早没了。朱前辈，我现在身上压力好大，能不能把灵魂类功法传授给我？可以。皓月幽冥意念观想术，乃我大眼神朝第3代古皇领悟的顶级灵魂功法。这灵魂功法咋听上去阴森森的？3代古皇创立时，心境本就身历光明，明视幽冥。那修炼起来是不是很痛苦？真正顶级的功法必须兼具强大与舒服，不然练个屁呀！顾风，你能进阶先天，我万和商会投资你20亿灵石，你只需做挂名长老，圣书宇恒后上任。成交。顾师兄，柳长老请您。第一件事，内门停止供应外门一切资源，意料之内。第二件事，你准备一下，10天内离开落霞宗。什么？我被踢出落霞宗了？柳长老，我明白了，10日内我会收拾行装，离开落霞宗的。老柳，你的表达没出问题吧？顾风，你去哪儿？我化作幽神去的。柳长老，请放心，我离开时只会带走私人物品，落霞宗的异草。回来！再也回不去了。你这个混小子，脑袋是不是抽筋了？你莫不是以为我要将你逐出落霞宗？难道不是吗？不是你个头！若是打算逐你出落霞宗，外门有必要跟内门划清界限吗？楚越国西北分别与魏国、黎国接壤，30年前两国联合入侵，楚越国惨败，国力衰退。10多年前，两国用雷灵草掠夺楚越国资源，如今楚越国成3国最弱，有覆灭危机。10年前，楚越国传人亲王创立大同学府，试图联合宗门力量。我代表外门派一队弟子到北部边境驻守，做表率，没有危险，就是走个过场，装样子给天下宗门看。我要挣钱修炼，无事可得，不勉强你。那里从此以后不允许以不正当手段挣钱。边疆真的没危险？每天就在营地休息、喝酒、吃肉、修炼。那里有很多资源。我以自身名誉发誓，资源绝对多到一辈子都用不完。那我去，随便你。去，一定要去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楚越国就是我的家，我要保家卫国。想不到你觉悟还蛮高的嘛。没办法，柳长老断了我在外门敛财的打算。他发誓资源丰富，喝酒吃肉是扯淡。但我作为队长，苦不了兄弟。边疆是好去处，不然1年后真要歇菜。还以为你觉悟真有多高呢？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小队队长？柳长老说的，外门第一当队长啊。外门弟子中还有比我更强的。老柳，你这样骗顾风不好吧？谁骗他了？那里营地都没有吧？住的都是山卡卡。哪里有山卡卡，哪里便是营地。那你用名誉发誓，那里资源多到一辈子用不完，不怕生出心魔？得到资源来不及使用就嗝屁了，不就跟一辈子用不完一个意思吗？他必须得逼一把，不然1年后怎么打败舒雨恒？那里危险大，但收获也大。若是注定陨落，不如允苏在那里，还能落个为国捐躯。有道理。朱前辈，我一直想问，我的万劫道体消耗资源是普通修子100倍，但实力怎么没有他们100倍强？能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，我现在可以确定，你脑袋里装的都是屎。一个原本只能装10斤酒的酒缸，你想要装11斤酒，你需要做什么？买一个能装11斤酒的酒缸呗。那若是世上只有一个酒缸呢？这不可能。若世上只有一个酒缸，就提升酒缸边缘。修士也一样，每个境界灵力有极限，打破极限需耗费1半资源。我明白了，就像100米田径，从11秒突破10秒容易，但每提升1毫秒需成倍付出。修炼吧。保家卫国，人人有责。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。楚越国就是我们的家，你们的态度就不行，这是要吃大亏的。作为军人要有气质，一个个像傻子似的，咋回事？老柳，你任命顾醒为队长了？没有，这小子自己当上了。顾风这小子在干嘛？他好像把队长职位给抢了。哎呦！整顿你个头！给我回到队伍中去，我才是队长。你成了外门弟子？你还不笨吗？队长好，我为队长提前训话。你们哑巴了吗？知道我不是队长还不提醒我？不是见你讲的这么激情，没好意思打扰吗？我来讲2句。顾风说的很好，我们出发。吴起，你是被逼还是主动要求去边疆的？被逼的。被谁？柳长老？不是，那是谁？你。我何曾逼过你？你惹了内门这么多大人物，自己直接撂挑子留在外门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与你走得近，若是进入内门，指不定天天被暴揍。无奈只能留在外门，可外门资源有限，功法武技都不足以支撑我们的修炼。不去外面拼一把，以后怎么考入大同学府？别听吴起瞎说，这小子就是在卖惨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你离开了落霞宗，不知何时归来。你在骊山给我们找的洞府，基本守不住，还不如跟你一起去边疆混呢。是啊，顾老大不在外门，我们会被欺负的。自从你与舒雨恒闹矛盾后，好多外门弟子就想着找个机会搞我们，好像舒雨恒邀功呢。唉，你与阿飞都走了，我们真没了靠山，太惨了。俺是去挣钱还债的。你们对边疆了解有多少？没去过，总之挺乱的。正因为乱，才有更大的机会。我二叔曾经当过兵，一个人养活了我们家族上100口人。刘三棒，你二叔在军中当什么职务？就是个普通士兵，实力还没现在的我强。那你二叔现在咋样了？坟头草老高了。10年前他被查出来偷拿军饷，被杀头了。你们咋在这里？准备点药材，跟你们一起去边疆。云郡元王是你父亲一党的吧？云郡元王算是他的铁杆吧。你来了外门，那内门宿女们咋办？愿意跟着我的都来了外门，其余人好聚好散。今日你们就在望北城中游玩一番，我去城主府办理手续。能摆在摊位上的，能有啥好东西？也是，随便看看吧。万一有你需要的雷属性天才地宝呢？原价180万，现在只要8800，极品炼器材料9色凤羽石。我要！别上当，这就是一块染色的普通石头，1块灵石都不值。我觉得这东西很不错啊！小子别闹事儿，小心我打你！你是后天进的，应该不会骗我。大叔可恶！什么玩意儿，欺骗小姑娘！小姑娘，刚才那块是假的，真哪会这么便宜？我这里有一块真正的紫电清霜石，原价280万，现在卖你300万。为了这块石头，我陨落了18个弟兄。朱前辈，如何？区区一块废物，卖出300万灵石，幸亏没听你的话，将它扔了。这女孩不简单。傻的不简单。将身上灵石交出来！大人夺宝，跟他废什么话？陨灭，她便是大祭司口中所说能挽救我族的唯一解吗？可她身上有他族的因果啊。顾风，我现在郑重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秘密，哪怕正道成皇，也不一定能天下无敌。黄境被击杀的也不在少数，在落霞宗外门有柳长老护着你，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，不会拿你怎样，我也不会把你怎样。我现在实力如此垃圾，在外形行事一定要谨慎、谨慎再谨慎。能等武道巅峰的，除了天赋好，更要活得够久。就拿刚才那个小女孩来说，
他给我的感觉，比起你那前任楚嫣然，或许更胜一筹。你坑他灵石，必定已经被发觉，只是他心情不错，见你是个后天境的渣子，没有对你咋。不是说他出手，以我如今的状态，哪怕施展逆天秘法也躲不过去。这次是运气，若是你再这样肆意妄为，随意坑骗，终有一天会尝到苦果。真有这么强？总之以后不要做这种坑人的把戏，咱们好好挣钱不行吗？咱们好好挣钱。这几颗雷光石怎么卖？2万灵石，好，买了。这件雷枯木便宜，我买了。朱前辈，这价值200万灵石的雷属性天才地宝，吞噬之后如何？我刚才的一些话，现在想起来有些问题。哪些话？修士逆天修行，就是与人斗，与天争。咱们不能为了惜命而踌躇不前，浪费良机。以后我们相互合作，我负责造货，你负责销售。这世上有钱的傻子太多了，总有人要行动前之事，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？我经手的仿制品可以做到高度仿真，哪怕高2个大境界的修士在真正使用之前也休想看穿。这么厉害？我擅长制作仿道纹，任何兵器都能给它添抓上100条仿道纹，价值翻数倍乃至数10倍。我一擅长仿制是技术活，你没这水平，只能技术入股。你做仿品，我销售，我的风险很高啊。仿制是技术活，你又没这水平，只能技术入股，咱们5-5分，利润很高哦。话说在前，我说的5-5分是各半，不是你坑阿飞那傻子时的分账方式，否则我会发飙的。不够的来拿，这里还有。顾老大，这楚师姐也太抠了吧！2块米饼和1块烤肉就将我们打发了啊！是啊，这点塞牙缝都不够，还不够我一个人吃的呢。顾老大，你去跟楚师姐说说，让她增加点伙食。柳长老给了她很多零食，该不是中饱私囊了吧？要去你们自己去说，我不去。别呀，你跟楚师姐关系好，她不会骂你。我们去提意见，肯定被臭骂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有什么话别窃窃私语，大声说出来。顾老大说食物不够，怀疑你中饱私囊。楚师姐，大伙都是修士，一部分体力需要从食物中汲取，2块灵米饼与1块烤肉，恐怕吃不饱啊。你不是一直想当队长吗？我把队长让给你，这是标准的军粮，每份价值50灵石，1天3顿，800多号人，每天睁开眼就是13万开销，我当不起了。楚师姐，话可当真？你要当队长？出宫门时，柳长老给的经费全用完了，我还倒贴了50万。你当队长，那便要还我50万灵石。一言为定，你欠我的50万灵石一笔勾销。队长令牌拿来。来来来，大家见过新队长。队长好。楚师姐，你这么迫切将这个烂摊子甩给我，里面是不是有坑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一张边境地图，圈起来的那块就是我们的驻地。800多人，镇守10公里，难度不小啊。楚师姐，我们的驻地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吗？颜色绿的发暗。那里气候阴凉宜人，水源充沛，植被茂盛，灵兽种类数百种。用望北城城主的话说，这绝对是一块宝地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兄弟姐妹们，楚师姐抬爱，将队长一职禅让给我。大家来边疆都是抱着爱国之心，但爱国也别亏待自己。以后大家一起发财。吴起，你带些人去买点食物回来，灵米饼不要，只要烤肉，再搞些灵酒，大家好好吃一顿。明天一早进入驻地。队长豪气！咱们是不是走错了呀？有太阳做向导，方向没错，地图来自官方，也不会出错。往前再走走看看吧。那块弥漫着淡淡黑烟的地方，是不是我们驻地？两旁崇山峻岭，中间低洼区域，没错，我们的驻地就在那里。楚幽焕，这就是你说的宝地。气候阴森，沼泽上空有毒气，头晕发冷；水源充沛，木条下沉，植被茂盛，黑藤们冒毒气，灵兽数百种，全是虫类妖兽。距离边境线还有多长距离？8公里处。你先去试试。顾老大，走在沼泽上消耗很大，必须时刻运转灵力，才能不掉下去。楚幽焕，你给我过来！为什么选这种地方？没办法，只有这块驻地给我们，还花了600万灵石呢，给了10年开发权。这种烂地方还10年，一天都嫌长。先进去看看嘛，说不定里面情况不错。你自己信吗？情况就是这样，想走的可以离开。借助藤蔓，稍作休息。这里的灵气有毒，无法吸收炼化。西西，取点丹药出来。有没有驱毒丹之类的丹药，让他们服下？这里原本没有驻军吗？有啊，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注意！终于来了！几个月前就听说有冤大头要来，没想到真的等来了。大叔便是此地驻守的军官。什么大叔？我才28，喊大哥。我叫范威，在此地驻守了3年，500人剩这么点了。你们再晚来1-2年，老子就要成孤家寡人了。小伙子不错，很会处事嘛。我们3天没吃东西了。你们为何不怕藤蔓的刺？刚来时我们也怕，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，把兵器绑在后面上，
结果一次御敌，兵器取不下来，几十号兄弟瞬间陨落。那就不能打造一批铠甲，专门保护下脆弱的屁股？但没多久就坏了，非战时损坏不给重配，自己出钱，我们没钱啊。按照地形来看，这里应该很多走私商人的天堂吧？没错，这片沼泽迷雾遮蔽，绝对是走私首选过关之地。先天境无法长期飞行，后天境移动困难，就算发现走私商贩，也不一定能追上。交手时对方不敌，就丢储物戒指入沼泽销毁证据，抓了没证据，也只能放人。看来镇守这里，一年到头都难以抓到一名人赃俱过的走私商贩啊！你们大多出自宗门吧？何必来受苦？唉，前任队长脑袋有包，买了这里10年的经营权。哼，你们惨了。范大哥有什么指点？第一，不要违反军纪，前任们因没油水就与商贩合作，结果被商贩反手举报搞死。第二，性命最重要，不要为了抓人犯险。祝你们好运。咋办？凉拌。我知道他们为何长这么黑了，因为没有丹药，只能吸收有毒灵气。不要啊！我不想变成黑娃。我在思考，成为黑娃与屁股长老谷哪一个先达成？兄弟多虑了，能不能活离开都是问题。刘长老肯定知道内幕，故意隐瞒了，被坑死了。为在场众人打造一个互助的防具，需要多少钱？下品灵器，差不多10万灵石一件。先坚持一段时间，等赚了钱，第一件事便是打造防具。晚上轮休，前半夜一半人将兵器绑上，后半夜换着来。厨师姐，你脚程快，去买食物。给你1000万，去买1个月的食物，只要烤肉，灵酒也搞一些。西西，你跟着一起去，买些丹药回来。兄弟姐妹们，不用担心，我身为沼泽军的元帅，不会让你们受苦的。发现走私方犯，没抓到。再这样下去，下个月的伙食都成了问题。我身上灵石所剩无几了。买雷属性天才地宝，让我实力提升，帮你们抓人。守株待兔。炼气师，这里有炼气师吗？俺小时候学习过，但没学会。狼牙棒有刺，没法垫屁股，好几天没睡了。我想要一种陷阱灵器，能困住后天境巅峰，隐秘，妖兽采不罢发，类似大网，可设定80斤以上触发重力。可以打造，但造价很贵，一丈见方大概需要200万到300万灵石。只要你只针对修士，排除妖虫干扰的要求不好达到。可以设定重力，妖兽个头小，修士体重多超80斤，设80斤以上触发。兄弟姐妹们，我决定打造5件陷阱灵器，用网鱼的方式抓捕走私商贩，收益全部用来购买这种灵器。人手1件，缴获走私物后提成5%。别觉得少，以后我会发底薪。引气境按后天境配资源，楚师姐给予灵境资源。我还要打造灵舟，修建战争堡垒。到时我们沼泽军将成为楚越国边境线上所有人羡慕的对象。到时候你不仅有正规的军队编制，还有数不尽的财富，以及一大帮手下。说干就干，我们这就去找炼气师。走。你这扯淡是不是扯得有些远了？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信任了？你这样说很难交到知心朋友的。就你这德行，能交到知心朋友？这瑞丰营满编10万，主要负责东西3000里边境防务，我们的驻地便在瑞丰营的管辖范围之内。这才像军营嘛！军队里普通士兵一般都是后天境，到了先天境，便可以根据不同战力率领100到1000人的小队。麻烦通传一声，楚幽焕与顾风前来参见宁将军。来自哪支军队？快说，你们来自哪支军队？这位兵大哥，我们是来自沼泽地的沼泽军。沼泽军？沼泽军这个名字很难以启齿吗？我没有你脸皮厚，说不出口。什么垃圾名字？宁将军现在有事，让你们先去他营庄等候。为何安排在沼泽地带？大同学府提倡平等，触动贵族利益，每天被弹劾，风雨飘摇。沼泽地带是经过长期博弈争取来的。实际上，你是很关心你父亲的。一个连杀害妻子仇人都能原谅的人，值得我关心吗？你母亲办不恨楚府主，或许吧。哈哈哈，楚侄女，久等了。沼泽军元帅顾风参见宁将军。顾元帅，欢迎。宁叔叔喊他顾风就行。落霞宗一外门小弟子。你体内灵力浑厚，实力不亚于后天7重。你们想要请营地内的炼气师炼制一些灵器，炼制灵器的事先慢点说。是，我只问一句，你们有信心在沼泽地带干出一番事业吗？当然，那就不要搞了。你们愿意留在沼泽地带也行，不愿意就来我军营。等过段时间找个由头送你们回落花宗。为什么？得力不讨好，相比于干砸，干好了更危险。朝中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，至少目前的北京大元帅是不想让宗门参与进边防的，因为这样会显得军队十分无能。陛下又举棋不定，迟迟不做出倾向性选择，俨然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模样。若是你们干好了，真的让大量宗门看到了利益参与进来，或许反对派无法阻挡大势所趋，但你们这帮人必死无疑。况且沼泽地带长久以来都是边境线上的一颗毒瘤，岂能这么容易就能拔除的？顾风，算了，别干了，我带你去游历，区区一个舒雨恒，你要战胜他太简单了，没必要卷入是非之中。你还太弱小，
这种国家自个儿都乱成一团了，救不回来了，让它覆灭吧。这是国家灭不灭的问题吗？楚越国灭亡，与我何干？现在抽身，前期投入的几千万灵石打水漂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我在沼泽地带已经投入了几千万灵石，我再花5400万买下那里90年的经营权，我要在那里经营总计100年。先给我官方文书，5400万先欠着，1年后开始支付，10年内付清。我要在那里挣钱，不仅要挽回损失，还要赚大钱，谁也不能阻止。我说的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说要在沼泽区域挣大钱。他不怕死？他要钱不要命。有个性，哈哈哈哈，有意思。来人啊，给我准备一份文书，日夜兼程，送入国都，盖印。顾风，你走错方向了，练气营在左边。我知道，大陆应该是圆的，只是你们还没发现这个真相。往右边走也能到练气营。脑子有毛病。老柳，还有心情喝茶呢？算算时间，顾风他们已经到了那边，你就一点不担心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要担心也不该是我担心。这人是楚府主亲自选中的，他都不急，我急什么？楚府主他怎么会认识顾风？他好歹也是当父亲的。顾风修炼了楚幽焕给的功法，能不知道吗？就因为这个？当然不是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向他推荐了顾风。别的几家宗门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若有能力啃下这根硬骨头，我落霞宗唯有那小子能做到。楚师姐，宁将军会不会对我们特殊照顾？当然会。是不是灵气半价？会特别严格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格，每一件物品都要登记，1块灵石都不会少。为啥？为了布了舞台上唯一的主演，在剧情没有明朗之前，绝对的公平。那剧情明朗之后呢？你猜？这里便是瑞丰军中的兵器营，地下有一道灵火，专门用来炼器。庞师傅，这是宁将军的手令，我们要打造几件特殊的灵器。描述下你们所需要的灵器。你们是用这种灵器来枉揍商贩吧？有人曾经打造过这种灵器？当然有人想过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那有效果吗？有，但也没有。庞师傅，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唠唠嗑。走私商贩为避税走沼泽，历代军官都想尽办法，都失败了。这灵器我不止一次打造过，走私商贩很聪明，用诱饵开路，真正货物在后面，没证据，只能放人。他们还带利器割灵网救同伴，而且10公里沼泽，几张网根本不够。如今兵器库里还放着10几张破损的灵网呢。实在不行就算了，大不了凭真本事抓。一定有法子的，让我想想。庞师傅，打造类似的凡器需要多少灵石？下品凡器5000，中品15000，上品5万，极品8万。我要打造上品凡器。你说200张，你脑子没坏吧？不要问为什么，问就是我灵石太多，想要用掉点。你是大爷。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有活路干了！1000万的单子，200张上品凡阶大网，3个时辰内给我炼制出来。